武林中人，谁跟你好好说话？打一架，打就打，怕你啊！欧阳兄，拳脚上见高下，走！早看你不顺眼了，走！靖哥哥，你别担心，七公和老毒物都是一代宗师，手脚自知清楚。好，傻小子看都看不明白了。 本以为王重阳死后，我武功已是天下第一，哪知华山一别，才这么几年，这二人竟都也练到了这般境界。靖哥哥，他这是在干什么？ 听周大哥说，他师兄王重阳以一阳指曾破欧阳锋的蛤蟆功，这应该就是蛤蟆功。还真像一只癞蛤蟆，还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那种癞蛤蟆。蓉儿，你总是形容的那么贴切，臭小子，找死！蓉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 欧阳克，你偷袭算什么英雄啊？正好，刚刚我们还没分出个输赢，来吧！以为我怕你？静儿，你说你最近是不是有点骄傲了？虽然在师傅的教导下，你功力是长了一点，但是要接住老毒物这一下，还是有点勉强的。师傅，当时我一心只想着救蓉儿，让您担心了。不过你这功夫没白练。 至少咱们见龙在田这一招，刚好可以挡住他那招蛤蟆扑街。都是您教的好，师傅。哎，哎呀，这山楂是真酸呐，酸死了！师傅，要不是刚刚靖哥哥豁出性命保护蓉儿，蓉儿早就受伤了。有我在，还轮不到别人来保护你。继续。哎呦！ 王岛主的酒花玉露丸，这可是把你当自己人呐，静儿，还不快谢过爹爹？黄岛主不必了，坐好别动，好生运气。蓉儿，下。看来大侄子的体质不错，没什么大事儿。耀兄，老七，刚刚只想着保护克儿。 对不住了，不过还好我收了90%功力，没想到还是把大侄子给伤了，还险些伤了蓉儿，赔不是了。啊，到底是护侄心切，还是你有心杀人？这谁说得清楚啊？没礼貌，大人说话，插什么嘴？那我说一句啊，臭蛤蟆！
耀兄不计较，但你打我徒儿那一下不能算完呐。那你说怎么算完啊？你打他一下，让你侄儿出来接我一掌。你好好说话，没看到是他自己冲过来的？那你让他自己冲过来啊！二位，今日我看就到这里吧。明日一早，我自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说呀，给我说呀！小妮子，你快说出，丐帮让你带出什么消息？武穆遗书去哪里了？哼，这嘴巴还挺硬啊！啊，我们可都是粗人，你要是硬扛着不说，没准儿我们会干出点别的什么。滚开！哎呀！小王爷，小王爷，他可是王爷钦点的犯人，王爷让我们无论如何得问出个结果来呀！王爷那里，我自会去交代。妹子，妹子，别怕，我在呢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想找，我总有办法找到的。那些抓走我的人，是不是你认识的那些亲人？是。为了救你，我去求了完颜弘礼。你就是死性不改。我们做了那么多努力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了你，就是下地狱我也得去。我宁愿死，我也不想你再做完颜康。此番回来，除了救你，还因为那些金人想夺武穆遗书，我把书夺下来，交给郭大哥，也算是不辜负我们结拜时的誓言。我不信。你信不信不重要，我只要你平安就好。哎，康儿，你这是为何呀？孩儿刚刚擅闯大牢，救走念慈，特来向父王请罪。你是本王的儿子，你的话就是本王的话。你要救你的女人，他们拦着你，那是他们不长眼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来，起来。孩儿还有一个请求。哎呀，你我父子有话但说无妨。孩儿把念慈留在身边，求父王不要伤害他。康儿一心向大晋，相信他早晚也会和康儿一样，为大晋效力。当年我对你娘也是这样想的，可是，算了，就随你的心意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来，只要你回到爹爹身边就好啊。来，坐下说。父王，武穆遗书既然已经有了下落，咱们何时动手啊？翠寒堂乃进宫之地，戒备森严，倒是还会有不少宋地的武林高手出手阻拦。我们还需等一个人。咱们王府有如此多的高手，还需要等何等了不起的人物？
那便是西毒欧阳锋。叔叔，我已经四处打探了，这桃花岛四下皆是奇门阵法，稍有不慎就被困其中。而且我连续看了几天，也没有找到什么出口。九阴真经一定在耀兄手上。看来这老叫花也不只是为了提亲而来。我们先静观其变。是，一切听叔叔安排。科尔，你跟叔叔说句实话，此番前来，你是真的要去黄蓉吗？叔叔，我就是来跟您找九阴真经的，哪能想那些情情爱爱的事情？说实话。这个黄蓉确实深得我心，我是非常喜欢，那自然是非常想娶她。好。七兄，欧阳兄弟，你们都来提亲，我倍感荣宠。可我也不能因为婚事就伤了咱们兄弟之间的情谊。我想到办法了。快说快说，你就说吧，耀兄。我出3道试题，来考教他2位的才学。赢了，我认他为婿；输了的人，可任选我桃花岛的一门绝技，我必当倾囊相授。考才学，这个好啊，耀兄。老七啊，耀兄已经答应我们科尔的婚事了，这也是在给你面子。就让这2个小辈比一下，也不伤和气。科尔，一会儿要是不及你郭大哥，那就是你自己无能，怨不得旁人。放心吧，叔叔，科尔一定尽力。臭蛤蟆，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是吧？你怕我们输了赖账是吧？这还没比呢，就认输了。你我的身份，输了就大大方方认个输，没必要刻意说给你听。耀兄，要比是可以，但这出题得公平。咱们都是武人，比武为重，别比那些文绉绉的东西。放心，公平自然是最为重要的。这第一试考教的就是武学。那行，一会儿就委屈小毒物再挨顿揍了。静儿，上。慢着，俩孩子比武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刚刚耀兄不是说了吗？公平，公平，公平！昨日我失手打伤了郭靖，让他带伤跟我们科尔打，难免有点胜之不武吧？我们，对吧，大侄子？欧阳前辈，昨天那点伤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现在可以和欧阳科打了。我不想占这个便宜。占什么便宜啊？你就是不敢跟靖哥哥打。你坐下。我们是怕你们输了找理由。谁找理由，老毒物？你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不舒服呢？来，咱们俩打一架。好啊，我今天看你还是很不顺眼。来，冷静。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。风兄、七兄，你们的功夫已经登峰造极，相互过招已无意义，不如让风兄对战七兄的高徒，七兄则对战欧阳贤侄。耀兄是想我和老浇花比谁先打死小辈？非也，此番比试只比武功招式，不拼内力。你们2位都不可运气发功，他们俩谁先掉落枝头，就算谁输了。只是逼他下树，只能逼他下树。你和老七，谁要是动了内力，不慎伤了小辈，也算输了。打架还不能伤人，这种比试的法子也就你黄老邪想得出来。欧阳前辈，请多多指教。那快下去吧，大侄子。七公，还请手下留情。别那么紧张，我不会伤你的。
好。你到底是比武还是躲猫猫啊？前辈，你太厉害了，晚辈可不敢跟你硬碰硬。不过这郭靖想赢，前辈可得抓点紧了。别跑！40，爹爹，靖哥哥接了老毒物40招了。小灵草，科尔，静儿，这可以呀，连你蒙古族的摔跤都用上了。下去吧。不愧是靖哥哥，爹爹，你看见没？这一场，郭靖胜。耀兄，快出第2道题吧。耀兄，这是干嘛呀？那是我夫人的琴。从前，在桃花岛上，我们经常琴箫和鸣。现在她不在了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第2场，咱们考音律。不是说好考武功吗？怎么又考音律了？你是不是聋？人家刚刚说的考才学。爹爹，你这是偏心欧阳可。靖哥哥从小在草原长大，你拿管弦丝竹考他，岂不是刁难他吗？我无意偏袒他2人中的任何一位，我在意的是你的母亲。还是耀兄公平，重情重义，不偏不倚。那话都说到这儿了，考什么随便，来吧来吧。既然诸位都没有异议，那咱们一炷香之后就开始吧。2位闲职的桌上各有2根枝条，跟着我的琴声敲击节拍，谁敲得好，谁就胜这第2场。哩。碧海潮生曲，黄老邪想考的不只是音律啊。看见没有？我们今儿随便他，就和黄老邪形成对抗之势。看到没有？他们2个在给我们科尔伴奏呢。
郭靖，归云庄一别，你进步神速啊！多谢黄岛主。还叫什么黄道主啊，靖哥哥？你已经连赢2场了，等什么呢？黄岛主，你跪下作甚？这局胜负已定，难道靖哥哥不该改口提亲吗？这一局，郭靖在定力上、内力上，确实更胜一筹。但克尔在音律上远胜郭靖。这一局算平手。爹，你耍赖！还是耀兄公平，再出一题，一决胜负。黄老邪，如果这样都算平手的话，你就存心偏袒了啊！怎么了？堂堂丐帮帮主输不起啊？欧阳锋，老七，咱们还继续吗？七兄，七兄，哼，那咱们继续。好啊，耀兄。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夫人当年亲手所书，乃是她的心血所记。你们2人在1炷香的时间里，可以通读一遍，然后背诵出来，看谁背的又多又准确。胜出者就当是他母亲的在天之灵亲自挑选的女婿。我说黄老邪，你真是，你明知道静儿不通诗书，你考她背书。我的女儿，我想怎么考就怎么考。是，你说的对。本来是你的女儿，你想许配给什么风流浪子，那是你家的事。可现在蓉儿和静儿是我徒弟，我老叫花能受这个委屈，我不让他们受这个委屈。你好好说话。我好好说话。既然如此不公平，我们不比了。蓉儿、静儿，你们要是不想被拆散的话，现在跟师傅走。老七啊，师傅，之前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要是不比了，就大大方方认个输。我为什么要认输啊？我们又没有输。我现在就要带着我的徒弟走，谁敢拦我？你师傅，别因为我和靖哥哥的小事伤了你们的和气。师傅，我想娶蓉儿，却不想忤逆了他的父亲。好，那你们比。说你笨，你还真的笨。你看不出人家故意刁难，他不想把女儿嫁给你。你跟人家比背书，爱丢人现眼。你背。郭靖，你比吗？黄岛主，我们开始吧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实，不足胜有余。周大哥的书，怎么黄岛主也有一份？你们俩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实，不足胜有余。其义薄，其理奥，其趣深，天地之象分，阴阳之候列，变化之。
赠六府之精细，皆……郭靖，该你了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实，不足胜有余。其义薄，其理傲，其虚实。可谓至道之宗，奉生之始。够了！黄道主，我还能背下去。梅超风遗失的九阴真经，可是落到了你的手中。把九阴真经交出来！什么九阴真经啊？说话！你们当我这个师傅在后面不喘气儿的？东邪西毒合起来欺负一个晚辈，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。大哥！哎呀，老弟，大哥，老弟，你来了。靠他！黄老邪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九阴真经吗？我老顽童待在这里无聊，我要出去玩。九阴真经对我也没什么用处，送给你了。这上下两卷都在这里。上卷经书原在你处，这下卷经书你又是从何而来？这你可要好好感谢郭靖啊，是他让这上下两卷重新聚合。果然如此。黄道主不是这样的。对，大哥，你快给黄道主解释一下。我就是来帮你的，你别说话。黄老邪经书要不要？要。我是答应送给你，但是我没答应以什么形式送给你。看，好玩！这世上唯一的九阴真经，都在我郭老弟的脑子里。想要经书吗？那就让他当你的女婿。我把九阴真经从头到尾传给了他，也就相当于传给了你。大哥，你教我的那顽童神经是九阴真经啊？那还有假？你别管了。你怎么能骗我呢？这麻烦大了。那麻烦什么？九阴真经现在在你的脑子里，你就是他的女婿。哎，我送你经书，送你女婿，你怎么还打我？来，哈哈，怎么样？味道如何呀？你自己试试。为何只用单手？哎呀，不行！我也想跟你痛快打一架，可是我答应过师兄，不能用九阴真经的功夫。大哥，没事吧？好着呢。黄老邪，你就欺负我，遵守对我师兄的诺言。若是我双手齐上，你定是打不过我。那你说，这事儿怎么了结？你等我忘了九阴真经的功夫，我再来找你比试，如何？你疯了，真的，你疯了！你敢不敢？这是九花玉露丸，每隔7日服用1粒，不出1月，你便可痊愈。你这什么丸，我也不能白拿。我答应过给你经书，我老弟就是活经书，你带他走吧。因为九阴真经，我失去了我的夫人。我跟你要九阴真经，无非是想亲手烧了它，来祭奠他的母亲。我要他又有何用？这一切啊，
就到此为止吧。既不能留，何必不忘？老顽童，我困你在这岛上15年，得罪了啊！你走吧，带着他一起走。放我们出去了？对。你们两个赶快走。耀兄，既然郭靖他骗了你，那这回合是不是算我们克儿赢了？算你个头！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怎么样，还想打是吧？二位，小女婚配一事就此作罢。爹，耀兄，我说了，小女婚配一事就此作罢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我就说不用送了，就此别过吧。既然婚配这事没了，这礼物拿回去吧。我说过的话不会反悔。你再考虑考虑，这哪有送出去的东西再收回来的道理？拿着。我桃花岛的功夫，任选一门，只要你不嫌弃，我必当倾囊相授。那你就挑一门吧。谢黄道主，小侄素来心仪桃花岛的五行奇门之道，还请道主赐教。奇门之术，涉猎甚广，你想学哪一门？那自然是桃花岛的深刻变化之道。那是耀兄镇岛用的，能传给你吗？不长眼。无妨，我便将岛上的五行奇门图纸全都借你一阅。桃花岛，就算没有阵法镇着，也不是任何人想来便能来得了。说的也对，谢岛主。为什么老杜有那么豪华的船啊？那是人家自己的船。这黄老邪不来送行也就算了，连船都安排的这么小气，又小又破，我不做。我就是有，我也不做。我们去做花绳吧，我跟黄老邪说一声，借过来用用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好跟他说的？他困你15年的账都还没跟他算呢，开走他一艘船子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对是吧？来，老家花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老弟，哈哈！哎呀，不要回头看，不要回头看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你就不要想着回去找弟妹了，不然以黄老邪的古怪脾气，再给你关山15年怎么办呀？桃花岛的奇门阵法你也见识过了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，不回去啊！玩起来，玩起来！呜呼！走了！呜呼！静儿，别看了啊！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蓉儿是个人，他拦得住他一阵子，拦得了他一辈子吗？等这个事情过去了，师傅给你想办法啊！
从小就在这么个小岛上长大，他那里是的人心叵测，江湖险恶。郭靖，这小子的心机了不得，居然骗得洪基教了他整套的降龙18掌，骗得周伯通跟他结为了兄弟，忠厚老实。我是绝不会把蓉儿交给他的。黄老邪这船外面打扮的花里胡哨的，船舱下面还真是什么都有。静儿，过来陪师傅喝2杯酒。黄老邪这酒好啊。师傅，我现在没心思喝酒。周伯通，过来陪我喝2杯酒。哈哈哈哈！多亏选择这艘船了，太好玩了！喝什么酒啊？过来陪我喝2杯酒。老弟，今日事全是我的错。我原以为黄老邪一心念着九阴真经，却没想到帮了倒忙，居然让他误会了你。这还说不清楚了。大哥，你也是一番好意，教我这么好的功夫，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原谅我了。我下次不会了，下次不会了。静儿，来，对，不玩了。坐，过来陪师傅喝2杯喝酒。来吧，坐。我们肯定能够帮你想办法把蓉儿找回来的啊！哎，坐吧，给。恐怕这黄岛主以后不会让我见蓉儿了吧？男子汉怎么能一天到晚想那些儿女情长、小情小爱的呢？等你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时候，还怕黄老邪不把女儿嫁给你吗？肯定让蓉儿嫁给你。可是师傅，我该怎么做，才能成为那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？你看看师傅我呀，全天下的叫花子都听我的，锄强扶弱，行侠仗义，快意恩仇于江湖。想不想像师傅一样？当然，我当然想成为师傅你这样的人，锄强扶弱，行侠仗义，匡扶正义。老弟，你到底听没听明白？老教花是想让你接任他，当小教花。啊？很快，我就会带着九阴真经去见你了。那艘船是他们非要上去的，要怪就怪他们自己吧。静儿，降龙18掌你早已学会了，人品武功更是没话说。反正呢，我这个帮主早就当腻了，要不你来给我当帮主吧？就这么定了，靖帮主。这不合适吧？哎，怎么都是水？水都来为你庆祝了，好玩啊！哈哈。
四海江湖飘，千杯对空唱，生死相依，凭栏长啸。星月照大荒，长弓射鸳鸯。山水相逢，狭路前往。世道人我状，浮华皆虚晃。恩怨都斩断，只留下金银刀光。莫怕忆江湖，一时狂。一心做梦中可曾知，醒来是天涯梦。大道且酣畅，天之路泱泱，千秋梦万丈，纷纷扬扬。问少年何为英雄所向？或初心不忘，或迷尘无慌。大道且酣畅，天之路泱泱。世间人万丈，纷纷扬扬。谁能知何为英雄所向？今一心寻访，才知晓功过对错都不得纠缠。脚不忘，可伤，可忘，可感，可忘无需回望。云撞人。